出去这些年是缺水了还是缺氧了？你这是被传统绑架，被童年阴影绑架，被亲情绑架，而无视现代社会已经进步了几十年的事实。不对，一线城市的话，比起这儿，进步了几百年。你之前一直没跟我说过，到底为什么一直非得要个儿子？我现在知道了。我明白，但我依然不理解。我不能理解你们这些人为什么总是向后看，而不是向前看。我就没打算让你能够理解。我只希望你不要再气你奶奶了，好好照顾你妈，成吗？你要是真关心我妈，就赶紧带她回去。我妈她又怎么了？她现在怎么了？我昨晚摸了一下，胎儿太小了，我妈还一直说不舒服。万一停止发育，你儿子就没了。这上次检查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可能停止发育呢？停胎是正常的，而且我妈年纪在这儿呢。你要是不赶紧带她走，你儿子的安全我没办法保证。会，马上会，马上会。你看我干嘛呀？这都是产妇弄脏的床单，不信你打开看看。行了，别得意。要不是你弟弟求我，我肯定告你，还美上了。我是挺美的呀，我弟弟谈恋爱了，跟女博士，有本地户口、有房的女博士，前途无量的女医生，我美着呢。怎么，原来是看上人家有户口有房了呀？也是，像你们这样的，好像就是喜欢这些，少奋斗几十年吧。嘿，我弟弟那是越老越值钱。只要他不跟你这种拖后腿的在一起，日子肯定越过越好。我拖什么后腿？我好歹之前没有结过婚。胡聪瑞呢？你说什么？不说了。吃了。吃饿了，跟聪瑞吃的。姐，你怎么还不睡觉啊？我先回屋睡了啊。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亲爸亲妈不认说。爸，妈，好久不见。儿子最近太忙了，等过一阵子，我一定回老家去看你们。还有脸回去看呢？你自己的事儿都没弄好。你现在跟我对着爸妈发誓。发什么誓啊？你要发誓，一定会娶一个没离过婚、没留过孩子的黄花大闺女。姐，你别闹了，我喜欢吴聪瑞很久了，而且我们两个都想多生几个孩子，我们在一起会很幸福的。幸福什么呀？他留过孩子还能生吗？他要能生还能离婚？姐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一样，因为生不了孩子才离婚的吧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既然你这么想干涉我的感情，那你今天当着爸妈面发誓，你不会嫁给那个王大成。我凭什么要发誓？我跟王大成方方面面都挺合适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嫁给他？你觉得你说这些，爸妈听了会高兴吗？我只知道，他们如果知道你要娶吴聪瑞，一定会不高兴。好了，我们俩谁也别说了，好吗？我们谁也劝不了谁。我今天也不能当着爸妈的遗像在这睡觉吧？我现在回医院去值班，你什么时候把遗像撤了，我什么时候回来。
回来了，你不是还有1天的假吗？你不用来病房。哦对，刘念白应该要回来了。怎么了？闹别扭了？他回不回来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正好，有个大事你千万不要错过。既然你回来了，全院20多个教授的超级大会诊，你赶紧跟我走。走啊！哦。回来了，什么情况？有个网红律师写心碎爱情那个叫高颖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在微博上面说有先天性心脏病那个，怎么了？先天性心脏病合并肺主动脉高压，还怀孕，转到我们医院来了，有25周了。疯了吧？她去别的医院，别的医院都不收她，让她赶紧终止妊娠。现在转到我们医院来了，今天开的这个会就是要商量生还是不生。妊娠合并肺主动脉高压，死亡率30%到50%，怎么可能生？肯定不能生。可是他说了，孩子是上天给他最好的礼物，他肯定是要生下来这个孩子的。这你又怎么知道的？他微博我一直都在看他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我说2句啊。患者的情况非常严重，肺动脉压已经到了150，孕25周。今天我们讨论一下这个孩子能不能生。现在已经不是生或者不生的问题了，妊娠合并先天性心脏病、肺主动脉高压，不夸张的说，一只脚已经在鬼门关里了。孩子这么大，就算终止妊娠，孩子一出来，体循环负荷增加，他的心脏肯定受不了。田主任，在盛季，医生向来会告诉这种病症的女性，怀孕是大忌。这样的患者在这种情况下来到盛季，是把我们都架在刀尖上。患者本是律师，还有不少粉丝。像这样的患者就是烫手的山药，很容易造成医疗纠纷。我当然知道，但是已经晚了。他已经在微博上发了，将要在盛济医院生下这个孩子。盛济医院号称有全国最好的妇产科，验证这一说法的时候到了。这简直就是绑架！他心脏和肺的情况，很有可能手术一结束就死亡。孩子是极早产儿，很有可能也活不下去。这种风险，我觉得妇产科不能冒，我们心外科也不能。可是现在据说的话，一定会耽误患者治疗，患者生命为重，他没有别的更好的医院可以去了。我相信其他医院肯定也有相同的顾虑，他们软件硬件都不如盛济，因为我们医院已经是最顶尖的了。干什么？大呼小叫的。对不起啊，各位领导，我看高颖他已经在微博上连载咱们盛济的治疗日记了，而且他还把国外的成功案例和我们盛济的医疗水平做了鲜明的对比。他说这种情况怀孕成功率是不低的。还点了我的名字。他不光点了您的名字，还把您的简历贴出来了。都说骑虎难下，这一次您骑的是剑齿虎啊。哎，你看，我看评论上很多人都说盛济的妇产科是最强的。看样子你说能生，不是瞎赌，这样我就安心多了。我查了那么多的资料，我这种情况是能生的。那些医院就是怕担责任，他们怕孕死审查。孕死审查？就是明确孕产妇死亡原因的审查，至少要经过院、区、市3级的审查和追责。当事人上至科主任，下至实习护士，都要拉去过堂，审查每个细节，最后得出3种结论：不可避免、创造条件可避免、可避免。如果结论是后2种，哎呀，院长的位子都坐不稳。好了，别瞎说了。你不会死的，你是律师，我相信你的判断，才让你怀孕的，对吧？嗯。别老说什么孕死的，太不吉利。好。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风风火火，有着很多梦想的公司法律师。哎呀，可是我万万没想到，30岁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律师当不成了。
老公也离婚了。那年我才知道什么是心碎，就是那种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心碎。我当时跟我前夫说，我能生孩子，可是他非要跟我离婚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时候他刚好喜欢上别人了。坏的不去，好的不来啊。然后呢，你就来了。我一定要跟你一起生个孩子，把失去的生活补回来。只要你健康，孩子，我是无所谓的。我最担心的还是你的身体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查了那么多海内外相关病例的资料，这个病的致死率没他们说的那么高。说累了吧？没事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休息啊。秋蕊，有空吗？我跟你说两句话。你怎么来这儿了，姐？你稍等我一下啊，我还有2针就缝完了，缝完了跟你说啊。好。哎，你这缝完了还得拍照啊？俊霄让我每次缝完都发给他，看看我跟之前有没有什么长进。哦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，姐？来，咱俩坐下说吧。坐。这个你收下。这什么呀？分手费。谁跟谁的分手费？你跟俊霄啊，我请你跟他分手吧。为什么要我和他分手啊？你别怪我啊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，我也喜欢你。但是你这离过婚，流过产，咱们家俊霄是头婚，要是跟你这2婚的在一起，别人知道了会笑话的。姐姐，我跟俊霄都是成年人了，我们对待这段感情的判断是成熟认真的。您说的那些理由，我们都不在乎。至于别人嘛，笑话咱们的，咱们就不和他处了。有那些想法的人，不做朋友也罢。不是，那你这意思是不分了？不分，除非李俊霄他亲口跟我说分。姐，对不起。我跟俊霄2个人的感情跟别人都没关系，亲姐姐也不行。我就不跟俊霄说你找过我这事儿了啊！哎，姐姐，我听俊霄说了，他说呢跟你闹别扭，然后离家出走了，今天还不回家呢。我帮你劝劝他吧。对，你得赶紧帮我劝劝他。我跟你说，他这人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？好好的一家人，动不动就跟我搞一个什么离家出走，为什么呀？哟，好久没来了吧？刚从老家回来。刚从老家回来就来喝酒，是高兴的事太多了，还是不高兴的事太多了？是你太吵了。炒个冰茶。说，你们这个现在舍不得放酒吗？跟水似的。哟，陆地今儿嫌口味大，行，我给你调杯重口的啊。或许你正在被某人想起，或许他从不会提起。
心。幸福啊，有时候很小很小，要仔细找才找得到。喜欢你，喜欢你，真的喜欢你。你不知道，在一座远方的孤岛，你正在温暖他心跳。或许是细雨温柔的落下，或许是星空目送你回家。你的喜悲不回你微信你就不能再找我啊？你要是不回来的话，你就别回来了，你就给我永远留在国外，留在国外，留在国外。我回来了。天的痛又一次怂恿，未知的惶恐遮住了天空。突然冒出来了，想你我就飞回来了。你走。哎，是不是喝多了？是不是拳脚发痒？赶紧买单，走人！你打起架来，我可控制不了。那是亲爱的，你被爱着呀。这是你家对吧？对。我可真是中国好巴生啊，连你家轿车地址都存了。5分钟，我陪你等车。哟，你来了，车马上到了，交给你了啊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喝多了？应该是幻觉，打幻觉应该不犯法吧？我昨天晚上干什么了？你要负责。怎么啦？被我打的吗？是幻觉？是不是幻觉？梁念白，你知不知道我真的特别想你？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我也是。对不起，我昨晚喝多了。走，我们去医院。太严重了，起不来。来。卢念白，你想死吗？我已经快被打死了。对不起。疼。那我给你抹药。不要药，要亲亲。别闹。要亲亲。嘴巴疼，亲嘴巴。
亲多少次都脸红，真好看。刘念白，你给我起来！骗我的事情我还没原谅你呢，还好意思叫我给你做面？你原不原谅算怎么事？说吧，昨晚到底发生什么？被你报答的就是我。你看看他多惨，衣服都被你打掉了，耳朵都被你打断了，毛都出来了。明白？我看你是找打！我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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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错了！别躲，别躲！你一定是心疼我，舍不得打我才转移目标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不跟你闹了，我要走了。你今天不用上班。为什么？我跟田春帮你请了假。你这是滥用职权，不对，是滥用宠爱。我回上班了。你今天不上班，你今天要陪我看电影。谁说的？我的鞋说的。我又把你的鞋给缝了。而且这2双更贵。这么多电影，为什么就挑个动画片？这个口碑超级好，我看看。猴子，今天上完现人会交给你一个照片箱，你看电影怎么看那么认真啊？我看电影当然要认真看了。可是大家来电影院不光是为了看电影的。什么时候交货？猴子，我看看，我再观察一下环境。看个动画片都能抱在一起，你要看解剖，我亲在一起了。早知道就应该带你去跟解剖，反正效果都一样。不要节外生枝，大美。目前对你来说最要紧的是一定要定期别走，不要掉进去。属狗的吗？希望不要每次都是我来给你。猴子，7点钟方向。没问题，都在这儿了。好的，任务完成，撤。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太好看了，没人敢追呀？有何感想啊？这次回老家，跟我爸聊了一下，聊得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虽然我终于知道了他到底为什么非得要一个儿子，但是那个理由真的让人无法理解。你看人家电影里面的爸爸，虽然他有自己的大义和传统，但他骨子里面是爱自己的孩子的。我爸呢，只有他自己的大义和传统，永远都不会为我做任何事情。没有不爱孩子的父亲，可能只是他还没有表达而已。你说这话好像特别没有说服力。对哦，我已经跟我父亲连面都不要见了，同病相怜。我真的没骗你，之前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就在这个商场，在这儿做过义工。
当时穿那个小熊，整个人热得不行，出了一身汗。这么辛苦啊？对啊，不比做台手术轻松。我们现在在那里。走了。我想很认真的问你一个问题，很认真，很认真，很认真。什么问题啊？你还爱他吗？你心里还有他没有？你上次问我的时候，我没来得及回答你。现在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我已经把他放下了。可能在很多人的眼里，一个前女友，不停的阻拦前男友和闺蜜的新恋情是余情未了，甚至是嫉妒。但是我太了解李俊霄了。了解他那种骨子里面的自卑，了解他对女性的那种看法，是那种深入骨髓的轻视。而聪瑞，他又刚刚经历了离婚、流产，我怕以后他认识到真正的李俊霄之后，会再次受到打击。我真的怕他受不了。可是恋爱中的人都是盲目的，更何况你还是前女友。不管你说什么，最后都只会被误解。没关系啊，就算被误解也没关系。吴聪瑞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如果说要在生住院总和吴聪瑞之间选择一个，我一定会选择他的。希望聪瑞姐有一天能懂你吧。不说这些了，谢谢你今天请我看电影，都已经很久没有出来看过电影了，很开心的。走吧，回家吧。回谁家？各回各家。这么不浪漫。回你家。真的？你应该还有很多双限量版的运动鞋吧？我送你回家，亲一下行不行？不行。或许你正在被某人想起，或许他从不会提起。人群里感觉怪怪的，你亲得很开心。却盛开在他的心。幸福啊，有时候很小很小。您的外卖是吧？哎，那王大成没来啊？早上刚被开除了。什么？说你们医院有人打电话投诉，一边送外卖一边收垃圾，经理觉得太不卫生了。不是，但是他收垃圾都是下班之后，这跟上班有什么关系啊？老板嘛，又不喜欢他搞东搞西的。那他人呢？不知道，找工作去了吧？来，给个好评，谢谢。不是我没那么闲，我连他是哪个外卖公司的都不知道。那是谁？知道这事的就我吗？难道是姐弟情深呢？哎，俊霄，你等等，我跟你说句话。你不用说了，我着急去开会呢。王大成是我告的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像这样的人，连这样的工作都保不住，你还要跟他在一起？你不能这样啊！我当然可以这样。你回家去问问吧，他们是否愿意让你和一个生活都朝不保夕的男人在一起？真狠！哎，我怎么有种逃过一劫的感觉？关于高勇的手术方案呢，各科室已经讨论过7、8次了，希望今天我们能有个结论。最重要的是，什么时候剖？原则上来说，剖得越早越好。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保不住的话，对于高颖来说，打击是巨大的，恐怕连活下去的动力都没有了。有2个选择，第一种是立刻剖，以全力保住孕产妇的生命为目标；第二是紧密观察，尽量拖到心脏最大承受力的那一天，让孩子尽量在宫内多成长。这当然对孩子是好的。从新生儿的角度上来说呀，尽量拖到27周之后比较好。高颖本人的意思呢，是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。这种情况下，手术方案只能是边等边看。怎么生啊？
他的心脏已经承受不了剖宫产后的血液回流。手术风险很大，不光是子宫出血，最重要的是麻醉科对于呼吸循环的支持。也就是说，这台手术一定要在体外循环的情况下才可以。我们建议在体外循环支持下进行手术。术后会出现右心衰竭，而 ECMO 从根本上不能缓解右心功能衰竭和感染的风险。术中要尽量避免大量出血，术后要预防产后出血。体外循环和 ECMO 一定要在充分抗凝的情况下进行，出血很难控制，甚至于在术中都等不到子宫的切除，也有可能因为控制不住出血，在术中死亡。即使可以勉强维持，但是他心脏功能的衰竭是无法逆转的。他肺动脉高压的病因，就是因为他们右心的衰竭和肺循环的障碍，只有通过心肺的联合移植来解决。而关于心肺的联合移植，无论是时机的选择，还是供体的来源，那更是难上加难。在妇产科能遇到这样难度的手术，太期待了。你小孩太可怜了，才20几周。各位，我们安静一下。我们尽量避免最糟糕的事情发生，但首先我们一定要确定让孩子在宫内多待几周，然后要跟患者沟通，告诉他们手术要在体外循环的情况下进行，术后要用 ECMO 维持，甚至一直能够维持到他做器官移植手术。这个患者比较特殊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派一个稳重的住院师来跟床。考虑到高颖夸大医生的言论，军校，我知道你的工作压力现在很大，但是你平时谨言慎行，我觉得你最合适，你来负责吧。好。这是好事儿啊，说明田主任信任你。这什么好事儿？一不小心就可能摊上医疗事故。好事儿，好事怎么不让刘建白去呢？这次高莹的手术可是举全院之力，就算是医疗事故，你上面有那么多主任，那么多院长呢，你放心吧。这不是怕背锅吗？高莹可是把所有医生的一举一动全部都记录在案，你想背都背不了。再说了，跟田主任参加这么大的手术是个很难得的机会，我也去拜托一下黄主任，让他多帮帮你。谢谢你啊。我还得去趟病房，田主任要和他沟通一下手术方案。加油！谨言慎行也算优点。高颖是个律师，据说他每天都在留存证据，所有医生护士都特别小心。这也挺好，免得被他惹毛了。我是不喜欢哄着患者和家属，但不代表我是个不懂事的大傻子。对，田主任是个大傻子。他就是大傻子。不行，我得找他去。喝奶茶。来一大杯压压惊。我不用体外循环。为什么？用体外循环要全麻，不用的话是半麻。我万一全麻的过程当中，我要再也醒不来的话，我就见不到我的宝宝了。你看，你非常清楚，就算有体外循环的支持，你很有可能在手术当中就离开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生呢？这是老天给我的礼物，是我们爱的纪念品。我因为心脏病，我失去了工作，失去了婚姻。现在老天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我不能放弃。老天给了你很多礼物，如果你不在的话，留这个纪念品还有意义吗？我出去。哥，别这么说话。田主任，用与不用，生存几率到底有多大区别呀？不用，死亡率90%，甚至于还要高；用10%。还是用吧，亲爱的。既然老天爷要给我们最大的礼物，
我们需要用最大的诚意去接受它，你说对不对？既然我要全麻，既然我要承担这份风险，那么我问你，我换心换肺的手术和剖宫产手术能不能同时进行？我已经做过充分的调查了，就算我用了体外循环，我的心肺功能也不会回到从前，还要严重的依赖体外循环。我不能一辈子靠着 ECMO 活着吧？换心换肺恐怕不能跟剖宫产手术同时进行，因为本来手术的风险就很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会增加更多的不稳定因素，我担心你的身体承受不了。还有，我们做不到在最恰当的时候，同时给你提供合适你的心源和肺源。那好，我答应你们用体外循环加 ECMO， 但是必须手术之后尽快的给我换心换肺。我要用最大的努力迎接我的孩子。如果你们不给我换的话，我就停了 ECMO， 我不会让你们医院好过的。别闹。有钱真的是能为所欲为啊！高颖之前服用的那种降低肺动脉压力的进口药，1个月就要1万多块钱。换心换肺，说的跟换发型一样这么简单。再有钱也不能挑战医学的边界，他这是拿自己的命在赌，也是拿圣界的名声在赌。就好比赌局中的 show hand， 要么全输，要么全赢。怎么可能全赢啊？听起来浑身都疼。你们想啊，剖宫产加换心换肺啊，浑身上下每一个器官都要承受巨大的风险，任何一个器官出现差错，就会随时面临到死亡，还有抗排异。现在高颖已经彻底绑架了医院，盛基必须举全院之力救活他，只为了他的自私，他的不管不顾。等着换心换肺的人，哪一个不是为了救命？有的人等了几个月，甚至是几年，我都怀疑他是为了换心换肺才怀的孕。我来扶持，谢谢你啊。老公，我们给宝宝起个名字吧。这么艰巨的任务，还是你起吧。你说他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那就起2个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你起女孩名，我起男孩名。要是女孩的话，就叫爱颖，怎么样？这也太敷衍了吧！那要是男孩呢？叫爱勇啊？我看可以。得了吧你！孩子嘛，就是一种传承。我希望如果是女孩的话，和她妈妈一样，勇敢、坚强。哎呀，希望她别遗传我的心脏病就成。对了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以后你每年都要带着她去做详细的体检，知不知道？别像我似的，30岁了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。医生不是说了，你心脏上的小缝隙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大的，就算小时候年年做普通体检，也未必能够检查出来。倒也是哈，真够倒霉的。不过后来呢，我遇到了你，又怀孕了，我就觉得自己啊，真幸运。好了，好好休息，我去给你买水果。早点回来啊。好的。有话跟我说啊。没看出来。当然，3甲医院哪有医生做完事还不走的？再说这胎心监护也不用你来。我想问你，你是在知道怀孕的时候就想好换心了吗？没那么快想到，我是在被医院不断拒绝的过程中，发现了这个一劳永逸的办法。但换心换肺并不代表一劳永逸啊。我知道，我现在就是要最大限度的争取自己的存活率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要是不换心能活多久？我的意思是，您可以缓一缓，不一定非得要在剖宫产手术之后立即换心。那我万一挺不过去呢？你作为我的管床医生，如果我的手术成功了，你至少可以发表一篇 SCI 吧？到时候所有负责的医生都可以鸡犬升天，你有什么好劝我的？要是我剖宫产死了，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？
好吧，祝你好运。田主任，我来吧。还是我来吧。这个病人不能出一点差池，如果有问题，尽量我自己来带，免得沾你们的手连累。之前所有的资料和数据你都整理一下，不管换心手术成不成功，至少润身合并肺主动脉高压的剖宫产是成功了。好，这次你做的不错，患者家属也没怎么埋怨。论文呢，也会给你署名。谢谢田主任。老天爷啊，给足了高颖的面子，也给盛季的面子。临近衰竭的时候，找到了合适的配型。这颗心脏太珍贵了。手术时间8点10分。胸骨锯。填呼吸。抽锯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上下腔插完，转机，转机，下腔插入，停能量，准备换心。复合。澎湃。减流量，减流量，开放声主动脉。你们把这个心脏保护的还不错，看来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你们一定要注意止血。好的，知道了。田主任，恭喜你，开创了盛季的新纪录。你还得准备论文吧，不能再折腾了。
再折腾，我这颗心脏也该交代。我为什么要救这种人？我刚买的手机，我怎么跟我老婆交代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。手机我赔你。肺主动脉高压妈妈的春天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，自己还在排异期，居然写这样的文章，简直就是教唆杀人呐！今天我们心外不知道接到多少电话，都是在咨询肺主动脉高压的心脏手术。我想，高颖不是妇产科接的吗？妇产科医生应该跟他关系很近，要不让他们劝劝他，让他撤了这篇文章。手术虽然很成功，可是他能存活多久，现在还很难说。现在有很多类似的患者在密切关注他，这种文章如果发出去，他们如果受了他的鼓舞，真的去怀孕，最后的压力还是会落在医院和医生的身上。真的是这样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会送命。先让李俊霄劝他把文章撤了，然后让妇产科所有的人注册一个账号，在他下面留言科普，告诉他的粉丝，肺主动脉高压患者不要怀孕。单先生，你是这个意思？嗯，你还是把文章撤掉吧。你已经劝了我好多天了，可是不管你怎么劝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不撤。我们生计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冒了这么大的风险，你就撤一个文章又能怎么样呢？可是我文章里没有一句假话，为什么要撤？高女士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这么幸运，能在盛季治疗，能得到 ECMO 的支持，而且还能在短时间内碰到一个合适的心源。你的粉丝分布在全国各地，如果他们受你的鼓舞都去做手术，那死亡的风险是非常大的。我说的很明确，这个就是在盛季发生的。如果当地没有这种医院，没有这种条件，还要去怀孕的话，那是他脑子不清楚。你真的不能这么想。现在有很多偏远地区的女性，她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，那她们怎么分辨你文章当中的条件呢？那就再加一篇，就说啊，以后他们遇到跟我一样的状况，全部都送到盛季，行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别得意的太早。我现在排异反应很严重，我每天都在发低烧。你告诉我，你们医院是不是急着做手术，把不合适的心源换给了我？不合适的心源是绝对不可能做手术的。那行，把你们田主任叫来，告诉他我这颗心脏太老了，我要重新换。你说什么？你真的要再换？换？你疯了！你看看现在你的身体，整个胸口和腹部全都是伤口。医生不是说了吗？现在的排斥反应是正常的，只要按时服药就可以。你要是再换，身体受得了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高颖，我从来没向你发过这么大的火。但是看着你支离破碎的样子，我真的很后悔当初支持你怀孕。我一直相信你，因为你是个律师，研究过很多文献和法律条款，所以我觉得你说的没错。但是，我到了医院才知道，国外根本就不会建议像你这种情况的病人去怀孕。移植心脏的手术，最多也就是活10来年。接下来伴随的就是各种排斥反应，还要终身服药，何必呢？可是我们有孩子了。我不在乎。我当初爱上你的时候，是为了让你能够生孩子吗？我爱的是你这个人，是高颖你这个人。人不在了，孩子对我有什么意义？可是这孩子对我有意义。
知道，要是我不换心，我也活不到80、90岁。可是能留下一个孩子陪你，我起码心里能好受一点。不是手术它不成功，是我这颗心脏啊，它不行。我要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人的心脏，我要是换一个新的，我肯定会活得特别久。我不会只活10几年。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知道，一些方面你比我懂，但是面临你这种情况，真的能让你无限制折腾下去，继续伤害自己吗？情况呢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累了，这段时间的舆情一塌糊涂。盛济医院有那么多的大夫在网上发文章做科普，都没能挡住各种肺主动脉高压来求子的。这样一来，他还能做得动手术吗？啊？虽然他说的对，心脏的确是年轻供体的好，但有一点是错的，他的心脏供体是一个脑死亡的年轻人，20多岁，不可能有比这个更年轻、更强壮的心脏了。医学是有限的，他能折腾，我们也不能。哦，对不起，这病房的，我接一下。喂，什么？我马上过来。高隐心衰，急性排斥反应加剧。喂，甲下隆激素冲击500毫克，对，立刻上。不应该啊，抗排斥的药再按时吃吗？是按时给的，有没有吃就不知道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们故意不吃啊？他天天喊着要换颗心脏，谁知道是不是为了再换颗心故意不吃的？你胡说八道！没有证据的话别瞎说，出去。大剂量激素的冲击治疗要持续一段时间，之后再看情况吧。主任，是不是这颗心脏真的有问题？它的排斥反应才这么厉害？这真的是一颗很好的心脏了，我跟你保证。你也真是辛苦了，一个早产在保温箱里，一个换了新的在这里。后悔啊！殷先生，我真心的恳求您，听我一句话，他不能再换心脏了，他的身体撑不住，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心源给他，劝劝他，配合治疗吧。我会的，会劝，会劝。我们也希望他能陪孩子一起长大，但是医学不是万能。感觉怎么样？还行。你跟他们说，我这个心脏不行，要继续换了吗？我说了，人家说这颗心脏是最好的，实在没得换了。他们在骗你。把主任给我叫来。今天主任在病房守了你很久，等你情况稳定你才走的，不要再打扰人家了，好不好？我今天用的什么药？说是什么激素？甲强龙。啊，是。我特意没吃抗排药，想吓他们一下。这可倒好，直接给我上激素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没吃抗排药？对呀。高英，你疯了！你是彻底疯了！你不怕死，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孩子，考虑一下我？死不了，我是律师。老天收人的时候看职业吗？就算你是律师，律师说死就不会死吗？
高阳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这么说你。但是你要好好的活，姐姐。我真的再也承受不了什么惊吓了。你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！可是我做的这一切，我不就是想好好的活着吗？不然我不疼了。好了，去把我电脑拿来，快！你刚醒，好好休息一下啊。我口述你来记录，我要把从我入院以来各个医疗环节上的疑点都记录下来，你去拿给他们领导看。如果他们不让我发，就得给我好好治病。高阳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行了，你快去把电脑拿来，快呀！你说吧。我入院以来，医院对我的治疗环节有以下几个疑点：第一，高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别说了，我去叫医生，我去叫医生。喝点水就好了。水。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高阳，高阳，你没事吧？高阳，你别吓我，你别吓我！医生，医生，医生呢？医生，快！性质下降，准备除钨仪。不是上激素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快叫2线，不3线。在桌上，来。停吧，人已经走了。不会吧，主任，你在抢救啊！你们在抢救的！高阳，救救他，给我救救他啊！高阳。高颖为了催促医院继续换心，没有吃抗排药。虽然激素冲击的比较及时，但最后肺部还是受到了严重的感染，病毒冲击了心脏，抢救无效。接下来是我们妇产科，不，是盛济医院，将面临很大的挑战。这家人本来就很爱闹事。据我所知，高颖在临终前还在写盛济的负面文章。人家闹事我们管不了，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管好，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，不让人火上浇油。所以最近大家一定要对患者格外小心，不能让别人再抓住我们的把柄。盛济为了他们已经贡献了最好的医疗力量了。你是女孩子，你坐下。
如果您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先跟我。田主任，谢谢。李医生，谢谢。各位医生，谢谢。我是高勇的丈夫林勇，这些日子辛苦大家了。作为她的丈夫，明明知道她的身体状况不适合怀孕，却一味坚持她的选择，给盛极的各位医生带来不少麻烦。对于高勇的做法，各位医生虽然表示气愤，但是能够本着专业的态度去救治她，救治我的孩子。在这里，我代表高勇向各位医生表达深深的歉意，希望得到你们的谅解，同时再次表示感谢。您能理解，太好了。人已经走了，再后悔没有用了。庆幸的是，我的孩子状况很好。田主任，李医生，我准备给孩子起个小名，就叫小盛，让他知道是盛极的各位医生给了他一条生命。还有，我明天就用高勇的社交账号发布一篇文章，一方面宣布他走了，另一方面也是告诉和他同样病症的女性，不要怀孕，不要拿自己的生命赌孩子。谢谢您，有您这样的家属，我们就不怕受委屈了。谢谢您，谢谢。开完。哟，田宅宅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去，什么田宅宅？我现在是大主任了，你让我下手听你多不好。好的，宅宅主任。我还真忘了，什么主任在你这儿都白搭。行好，叫老田行不行，行？我看行。哎，您喝点什么？那个莫吉诺。第一，上次张主任教过你，那不叫莫黑头，那叫抹黑头。第二，您都当主任了，还不喝点烈的？行，黑头就黑头。不是为什么我当了主任我就得喝点烈的？我现在天天被人虐，我还喝烈的，我就想喝那么点那种清新的小甜水，行吗？行，您等着啊。是不是张主任走以后，你只喝过这个呀？以前我根本就不喝酒，张主任呢愿意带着同事搞活动，每次我都是喝一杯可乐就回家。所以张主任叫你田宅宅嘛，他给你指定一款酒，莫黑头，姑娘们最爱喝的，你肯定喜欢。怎么样，做主任好玩吗？好玩，不到1年，啊，头发白了一半，好玩吧？不好玩，不好玩，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？在医院里啊，做个科室主任啊，无论是地位和待遇，都会有提高。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？压力。科室发展的压力，科研的压力，社会舆论的压力，还有形形色色病人的压力，累吧？还不敢跟别人说，是不是？张主任的突然离世，我做了这个大主任，多少人说我是捡了个大便宜。我再说苦，再说难，我等于得了便宜卖乖。这成人的孤独啊，就是这样，因为说什么都是错，只能选择不说。哎，那边那几位是不是你下属啊？杜弟，这儿，保不上不叫你田宅宅。
田主任，田主任，一个人在这发呆呢。是，没有，有老同学约我来这儿，我说这个像我们的岁数来这儿有点不太合适啊。他非要来体验一下。怎么着，过来放松啊？今天高颖的事情结束了嘛，在这儿过来放松一下。都在那边呢，一起喝。不用。那个他们这桌我请。您确定啊？杜弟10几杯才刚漱口啊？是吗？那就一人请1杯啊。不用，田主任，我们请你。对啊，我们请你。田主任，你刚刚喝的那个呢是芒果味的，现在尝一尝苹果味的。喝。喝不动了。是不是男人？喝。你别闹，拿这个论男人。我说不喝就不喝了，男人吗？大主任，你在撒娇吗？这么可爱。大主任，我杜弟要是在妇产大赛上获得了第1名，你打算怎么鼓励我？你生你给我住院组。真的？录下来。大主任，如果说我在妇产科大赛上拿了第1名，你就答应我，你就把我和吴从瑞一起升住院组，行不行？何瑞啊，现在在职的有1个住院组，你们俩要是升上了，就是3个住院组。2个院组太少了，它本来就不够。你想啊，我要是能拿第1，吴从瑞绝对是第2。那可以升。那就是我和吴从瑞都升住院组。你要是拿了第1，啊，我就把你们俩都升进住院组。大主任真好。再尝。大主任来，挑战苹果味儿。买单。都怪我害了你。真的没事儿，我这不是还在努力的找工作呢。你本来外卖干得好好的，现在公司不要你了，上哪儿去找时间自由、收入又高的工作呀？这年代，只要肯干，还怕没饭吃？